大家好，赵丽颖的与凤行真的是如火如荼了，各种的路透中，仿佛已经依稀看到了知否知否的爆火体质。Shin Wan， 我很喜欢知否知否的配乐和主题。如果这些慢慢浮出水面的软硬件都起火的话，赵丽颖婚后再次主场出圈的可能性基本大增。要知道，这种题材快意行空，没有政治敏感度的无形约束，在几张与凤行的合家欢照片中，若干细节放大开来，您就会发现，在当今这个青黄不接的娱乐圈，简直可以白马黑马任我驰骋。王一博的无名最近的宣传简直就像交给了导演一样，成尔的2度开枪，让王一博粉丝和成尔简直可以双向奔赴了。那么，蝴蝶为什么一定非要双影双飞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感觉王一博的铁杆粉丝们有几件事要赶紧做了，否则会跟不上王一博了。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撤档，现在他的另外一部电影《无名》各种宣发也陆陆续续展开，对王一博的粉丝们来说，可谓是坐过山车一样的心情。现在王一博一直都在为下一部影视剧作品做准备，而他的商业代言也陆陆续续在官宣。临近双11购物节，很多明星的代言将会密集性官宣，作为顶流的王一博自然不会例外。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有品牌官宣预热王一博代言，谁知道王一博的粉丝居然完全没有发觉这件事情。根据某净水器品牌官宣预热的消息来看，不仅有摩托车、有滑板、有歌手等等标签来暗示代言人是王一博，但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相关信息曝光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关注到这件事。在官宣预热博文发出1个小时之后，居然还是刘涛的粉丝最先发现这件事情，才引起王一博粉丝的注意。之后，经过再三确认，才得知该品牌预热的代言人就是王一博，连很多王一博大粉都很惊诧，要确认之后才确定下来，非常扎心了。可能这个品牌之前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根据网友以往的发言来看，有建材专业人士对该品牌的评价用还可以来形容。此次乌龙闹出来，也意外证实了一件事情。作为顶流的王一博粉丝们，之前就被怀疑有职业粉丝在带领大家追星。这一次事情可以看出来，王一博粉丝确实是全员底层，个个都是真实存在的。Shin Wan，我也是好奇，品牌爸爸的基本套路，基本只有一个，是王一博专属的。结果，王一博官宣预热某品牌净水器代言1小时，被刘涛粉丝首先发现，才意外证实了这么一件事。难道摩托姐姐都睡着了吗？Shin Wan，我也是笑了，因为熟悉的套路如果看不出，也的确有点那个了。这次王一博又要有新的代言官宣，居然很多人都是懵的。毕竟最近可没听到有关王一博的代言瓜，甚至连大粉都没有宣传。自从清朗行动以来，内娱大粉基本都会与艺人团队进行对接，有什么事情都会在第一时间传达给粉丝们，让他们知晓。所以这一次，当大粉们都不知道王一博要官宣新代言之时，粉丝们那是更加懵了。于是，当品牌方突然给自家代言人预热要官宣之时，不知情的粉丝才有了一个大的惊喜。一开始，大家还都不敢认。毕竟品牌方在社交平台上也只是放出了一个剪影，但确实有些王一博的影子在，他那与众不同的小奶标在剪影中还是很明显的。而且看到预热文案中热爱、赛道和舞台3个关键词，那是王一博的几率就极大了。这些关键字个个都是王的度身定做。真正让粉丝们敢相信的，还得是品牌方在另一个媒体平台上的发文，直接多重身份揭晓：滑板少年、摩托赛手、街舞队长。这3个身份一出，那是生怕粉丝们猜不出来啊！
就差直接报王一博身份证号码了。这个时候，粉丝们这真的确认王一博要官宣新的代言了。可作为粉丝，自家偶像要官宣的新代言，不但自己不知道，就连大粉都不知道，不得不感慨一句：王一博粉丝这次真的全员底层了。其实，2022年以来，王一博官宣新代言的速度相比前2年是有所下降的，频率的降低加上代言的到期，就很容易给人一种他的商业不行了的感觉。但其实，王一博如今的代言很明显是一种去冗存真，有些代言与王一博如今的发展不甚匹配，双方选择不再合作也没什么。更何况，王一博不久前才官宣的蒙可赖的代言，足以打破黑粉们嘲弄的商业不行。毕竟能让羽绒服界的天花板官宣成为70年来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的王一博，他的商务会差。其实从王一博如今的代言来看，他的选择更多的是偏向实用类，是粉丝们真实会需要的，而不是只能为了销量委屈自己去冲，结果买了只能吃灰的商品。这次的品牌专注于做净水行业，更是在2018年就与央视达成深度合作，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品牌形象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如今合作王一博，那也是将自家用户人群下沉，拥有更多的年轻用户。马上10月23日，王一博与该品牌的合作就会正式官宣。如今只是预热，这段时间有净水器需求的粉丝们可以研究一下，看看自己家的水质适合什么型号的净水器。从林氏家居到蓉泰按摩椅，再到这一次的易开的净水器，粉丝们这居住生活条件真是越来越好了。现在得了，再次后知后觉的摩托姐姐默默吞下了王炸弟弟之前的委屈，一同期待新代言的官宣了。希望下一次王一博有新的代言时会有提前通知，而不是突然袭击。毕竟品牌方发了预热广告，半天等不来粉丝们评论，恐怕心里又会嘀咕。当然了，惊喜的感觉还是美味的，就像赵丽颖的《野蛮生长》最近也是美味的开端。10月21日，电视剧《野蛮生长》爆出播前的招商文案。这份文案内容显示，该剧会在2022年的第4季度上线开播。根据以往的电视剧播前招商经验来看，进入招商阶段之后，这部电视剧将要播出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若是没有意外的话，电视剧《野蛮生长》会在11月份正式和观众见面。对于平台方而言，11月份已经成为热门剧招商的兵家必争之地，各大正版视频平台已经纷纷拿出自己的热播剧存货。这部《野蛮生长》因为题材和演员阵容的原因，也被寄予厚望。题材方面，女性故事、钢铁创业都是重要的看点。演员方面，大号资源咖欧豪的主演，尤其是赵丽颖的1号女主角身份，显然是热播剧的重要符号。众所周知，《野蛮生长》已经 N 年前就早放出了一份较为完整的故事梗概。该剧根据阿奈的小说《不得往生》改编而来，小说内容不少读者已经知道。电视剧方面，适度做了一定量的改编，包括许半夏的母亲生许半夏的时候难产而死，父亲自许半夏出生起便不闻不问，反而养成了许半夏天生傲骨、敢闯敢拼的性格。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许半夏带着兄弟小陈同萧齐做起了废钢运输生意。在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钢铁行业中，许半夏硬是凭借敢想敢闯的冒险精神和务实的处事态度，勇闯俄罗斯，历经千辛万苦甚至生死考验，开辟了独立的国际钢铁进口业务，收获了事业的第一桶金。此时钢材市场竞争激烈，凭借着卓越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以及对市场的嗅觉，许半夏排除万难，逐渐将事业版图扩大。在一次次生活、感情、工作的历练后，许半夏懂得了如何果断解决问题，如何突破自己，收获了事业和爱情。阿奈原著小说的叙事尺度相对更大一些，小说的故事梗概和矛盾冲突实情更多硬核。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女性创业为主题的商战励志小说，
作品充分展现了民营中小企业在夹缝中生存并寻求发展的现实，特别是以女性创业为主线，更加增添了一份艰辛和无奈。在交易时间长、资金链断裂、税务机关为难、黑社会搅局等背景下，主人翁经历了良心与资本、道德与利益的矛盾与激烈挣扎。在漫长的创业岁月中，既有痛苦、波折，也有甘甜、收获。电视剧素来会对小说做故事内容上的减法，这是改编剧的常态。电视剧《野蛮生长》聚焦的应该是女性在钢铁上的创业故事。在一般意义上讲，女性被认为是柔弱的，而钢铁则是十足硬朗的。当柔弱遇到硬朗，看点自然是非常足的。电视剧有趣的地方便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其原著小说的作者阿奈也是商人出身，小说当中的这些事情则是他人生当中十分熟悉的。《野蛮生长》的编剧是张挺，这是重要的质量保障。居家男人、四世同堂等影视剧作品都是出自张挺执笔，这些也都是高分作品。当然，张挺也有《济公之降龙将士》等影迷口碑不太好的作品问世。整体来讲，张挺的编剧水平是偏向生活流的，是相对硬朗的。这种风格放在《野蛮生长》当中应该不会差。该剧导演则是傅东育，他曾指导过《破冰行动》《冰与火》等风格非常硬朗的电视剧作品。这一次指导《野蛮生长》，无疑让观众们拉高了对于剧作的期待值。您觉得《破冰行动》的硬朗风格会延续到这部《野蛮生长》当中来吗？该剧最大的看点应该是赵丽颖呈现的女主角。赵丽颖以往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偏向流量路线，以往的角色也是柔美居多。这一次在《野蛮生长》当中去呈现一个女企业家的硬朗风格，赵丽颖能够驾驭住角色吗？这一点当然应该交给观众和影评，因为赵丽颖自身的柔美和角色本身的刚硬，则形成了对冲特征。这种对冲反倒是让角色更为鲜活饱满，不至于让角色过分的男性化。对于赵丽颖而言，提炼演技、拓展眼神杀，依旧是华丽变身的当务之急。最近几年来，赵丽颖拍摄了部分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作品，能够看出她的努力来。但是，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是依然需要更加强大的底气和演技支撑的。很多流量明星转型现实题材之后，也均面对演技不足以支撑角色的问题。相信赵丽颖在《野蛮生长》当中，依旧能够让真正的剧迷以及粉丝群体们眼前一亮。这方面的探讨，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已经耳朵生茧了，因为王一博也在这条演技的道路上奔跑。上半年的时间，王一博陆续完成了多部电影的拍摄，一直到现在，王一博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的电影出现在大荧幕上。但是他上半年完成了几部电影合作的阵容和班底都非常强势。说到这，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网友一直都在质疑王一博的资源为什么这么好。在《无名》这部电影中，与王一博合作的是梁朝伟、周迅、王传君；在《长空之王》中，与王一博合作的是胡军、周冬雨；《热烈》中，王一博合作的是黄渤。这样的阵容累积到一起，对于一个新入电影圈的演员来说，确实是很高级的资源。最近也终于有网友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前无名剧组的几位主演参加了 GQ 的杂志拍摄和采访，于是乎有网友尖锐提问说，在无名这部电影中启用王一博是为了角色，是他用演技演绎剧中人，还是剧中人物的创造是为了贴合形象而设？在申万我的眼里，这个问题很淘气，也很讨巧，看似是一个很绕口的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是不是为了王一博专门设计了一个角色？就这么简单，所以提问的人小想法也是相当走心的。相信这也是很多网友都非常好奇的问题。王一博自从走红之后，热度越来越高，
网友们对他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这2年他的影视资源确实非常好。之前王一博在参加《这就是街舞》的时候，连续2年担任冠军队长。在王一博参加节目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也非常多。大家觉得节目组为王一博设定了专门的剧本，但其实看过节目的朋友都了解，王一博带领他的战队和其他的舞者 PK， 每一轮的 PK 都是非常专业的。而且王一博在选舞者的时候也很专业，制作的对战策略也很用心。结果面对网友的犀利提问，无名的导演程耳给出了神回复，导演直接回应送你1张电影票。不得不说，面对这种争议和质疑，的确，最好的方式就是实力的展现，实力的说话。在《无名》这部电影还没正式播出的时候，一切口头上的回应都是有一些苍白无力的。只有真正去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去感受王一博在电影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样才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说到这，你有没有想起申万我在《长空之王》预热的关键时候反复大力提醒的2个字？这2个字是票房的敌人，却是王一博的好朋友。所以程耳导演这次算是用他的语言大力传递了一把申万我老早铁口的2个字。当然了，程耳导演的回应是非常高级的，不仅再次推销了一把自己的电影，还侧面的回应了相关的问题，兜售了一把申万我的铁口，让大家对王一博这个角色会更加期待了。这么多年以来，王一博确实受到了很多争议，但是他本人也几乎没有做出过任何正面的回应，每一次都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看到程耳导演回答这个问题的风格，粉丝也意识到王一博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剧组，两人都是属于人狠话不多的类型的。从其他的问题中，大家也能够看出程耳导演的回答都是言简意赅的，同时也能够回答到了这个问题的精髓。当然了，程耳的金句还没完，另一个金句再次把王一博花了一遍。看到导演和几位主演的一些采访对话之后，网友们对这部电影更加期待了。这也是王一博参演的第一部电影，粉丝们也很期待王一博的表现，相信鬼聪明的王一博能够再突破自己的局限性，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前不久，申万我也聊到了王一博制足 GQ 的酷冷黑白风，翻开杂志，整本杂志一共270页，而无名的篇幅就有120页，几乎占到了整本杂志的一半。杂志中穿插着演员的大量剧照，一本杂志可劲儿的撒，一本30元的杂志可以称作无名的周边了。在杂志中也对其中主演王一博有着深度的访谈。特拉惊、特有意思的内容就是王一博居然是导演程耳定下来的第一位演员，而且是在2-3个男演员中通过照片角逐以眼相中，又通过面聊的方式达成合作的。说实话，程耳为什么会选择王一博这件事，外界很疑惑，王一博本人也很疑惑。诚然，最终的敲定是因为1下午的聊天确认，可程耳最初的选择也是王一博，面谈更多的是让王一博选择无名一样。在王一博的粉丝心中，自家偶像当然是最好的，无论是他的各项业务还是人品，都是出类拔萃的。但各花入各眼，粉丝们的夸赞在外人眼中都是尬吹狂吹。而如今导演程耳对于王一博这第一眼就定下来的偏爱，自然是让粉丝们心软软。摩托姐姐们一口气惊喜于导演的慧眼识珠，又有一种自家孩子很棒的骄傲感。另外，同为导演的大鹏也不知道为什么导演程耳会在无名中选择自己，也不好意思问。可他知道热烈为什么选择王一博。曾经在采访中，大鹏表示，因为王一博的存在，才会有热烈这个项目的开启，可以说是量身打造了。王一博作为艺人来说，的确很争气。这一点粉他的粉丝们都毫不怀疑，他已经不能被称为潜力股了，他的事业一直在稳步上升，每一次出现都会给粉丝们带来新的惊喜，喜欢上王一博就能感同身受地体验一把爽文。
可王一博毕竟年轻，作为爱豆，他可以算作老前辈了，但作为演员，他依旧成长中。于是我们得知了，在拍戏之时，其他演员更多的是自由发挥，因为他们早就身经百战，而王一博更多的则是被导演程耳所引导，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以及和别人的差距，并且不羞于宣之于口。通过杂志爆出，王一博真的很能给人真诚的感觉，优秀的地方不会做虚伪的谦虚，不足的地方不会做逞强的吹嘘，从来不会悬浮自己的状态。即使他背后有众多粉丝，也不会想要打造一个完美偶像，他将自己的不足暴露，他告诉粉丝们自己经验尚缺，在演戏时更多的是被引导、被照顾。而同样的，粉丝们自然不会因为他的不足而感到不喜，反而会因为王一博能够得到导演的倾情指导而高兴。恰如赛车手王一博被师傅教导跑圈技巧，舞者王一博被步步传授新招，魔术师王一博被大神傅衍东亲授技艺，等等等等。说白了，王一博是块璞玉，程耳一眼就看中了王一博，而王一博也同样足够谦逊又清醒，还肯努力。如此低调长进的爱豆，谁会不爱呢？话说，这部电影《无名》其实并不简单，申万我早就挖土了。导演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导演程耳，《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等都是他的作品，而且这部影片的编剧也是他，自编自导拍出来，应该更能够有他想要的效果。最厉害的还是演员的阵容，不但有梁朝伟、周迅这样的影帝影后级别的人物，还有王传君、黄磊等实力演员，以及王一博这样的新生代演员，阵容可谓是非常强大。不过这部剧的拍摄历程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于王一博来说更是如此。所以程耳在这个大张旗鼓宣传无名的关键时刻，自自然然，画风很有制片人的话术口范儿。在采访中，他专门强调，其实第一个定下来的演员是王一博。当时导演程耳面前有几位年轻演员照片，但是第一眼就看中了他，后来便邀请王一博聊了一个下午，便直接定下了他成为这部影片的第一个演员。于是乎，导演的看重只是王一博折磨的开始。他所饰演的叶先生是一个很孤独、内心苦楚的一位人物。为了这种感觉，王一博进组后被要求自己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既不能玩游戏、看手机，更不能离开剧组拍广告，甚至和朋友家人也不能天天联系。1周之后才把他放出来。导演给出的解释是因为他的生活仍然喧闹，必须学会安静的一个人过一整天。这也只是开始而已。这部影片是王一博首次尝试的民国戏，而且还是战争年代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所以他必须在剧组中边学边演，学习上海话，学习吃活虾、拍一镜到底的打戏等等此前不曾接触过的东西。拍摄的时候，他也是全身心投入进去。同组的王传君也被他打动，说他挺辛苦的，每天估计就睡2-3个小时。没有他的戏码的时候，他就安静地坐在监视器旁边学习其他演员们的表演，如何表现台词的细节等等。而且回到宾馆之后，要继续学习方言，体验那种孤独感。不过还好的是，他的天赋很高，很快就能够进入状态，成为剧中的角色。连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也夸赞他非常真挚、努力，表演能力也很强。用好他，他真的是一块玉。经过了漫长的拍摄，这部剧终于杀青了，现在也已经处于待映的状态。从此前发布的预告中，大家也能够从中看到这部影片的精彩之处，同时也看到了王一博的精彩表现。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相信通过这次的雕琢，王一博也得到了很大的成长，以后他的路走起来会更加宽广，前途也会更加光明。另外，程耳导演这次的2番话，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简直就是大鹏导演的升级版。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知名5代导演、6代导演的性格大多都是特立独行的怪才体质来的，能让程耳导演一眼相中，还亲自指导，
王一博是有2把刷子的，感觉这位成尔导演一定是很享受雕琢一块璞玉的过程，亲眼见证有悟性的年轻人成长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和王一博聊了一下午的天之后，成尔导演就敲定了他出演，也就这样，他成为了电影《无名》定下的第1个演员。这速度的确值得摩托姐姐在2023年自动笑醒2次或者N次了。询问我的说法，您 get 到了吗？没人知道那天下午他们聊了什么，也没人知道导演是看了哪张照片一眼选中了王一博，真的是让吃瓜群众、路人粉丝越来越期待《无名》了。优秀的导演和有天赋的演员合作，一定会迸发出更大的火花吧。这是王一博首次尝试民国戏，为了走进战争年代的年轻人，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沉浸式的待在剧组里观察、学习，说上海话，吃活虾，吊威亚坠楼，拍一镜到底的打戏。戏外的王一博爱唱歌，爱跳街舞，他看起来很老成，话不多，但语言天赋很高，能快速学会日语和上海方言。他希望通过角色让观众记住那个年代无名无姓的人。可以说，上一次听到类似的话，还是大鹏说热烈是为王一博量身定制的，也就是原来王一博的一是第一的一，是唯一的一，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一，是主心骨的一。于是乎，好事的摩托立刻表示说，巧了，我第1个追的星也是王一博，非常期待无名，相信导演的眼光，相信王一博，相信无名，相信中国电影。这种开心投名状，说明王一博很适合角色，说明成尔导演对王一博很认可，说明王一博去年夏天之前就接到了无名夜蜜的角色。无名如此，甚至热烈也是如此，也是导演说为他量身定做的。只能说，演员王一博身上是有些独特的气质，甚至不用言语，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就可以让他脱颖而出。在无名这里，是通过一系列剧照映照可以感受到的独特表现力。在这个年纪，有这种英损气质的男演员真的少之又少，何况他真的年轻又英俊。王一博就是一次次打破舒适圈，不断挑战自我。王一博一定会成功的，因为王一博做任何喜欢的事情，只会做到最好、最精致，更多的时候都在学习。不拍我的时候，我也到现场去看梁先生的表演。导演教了我一个很好的习惯，每一条看完之后要看回放，告诉我哪里好，哪里不好，要稳定，做准确的动作。不要做多余的动作，这些朴素的言语，您是不是感觉耳熟呢？对于王一博，对于成尔，只能说优秀的人就是会相互吸引的吧。王一博是个肯努力、肯吃苦的人，导演的选择没有错。之前深谙我专题深扒的国师张艺谋大导演和国际章章子怡的往事，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前辈样板。也就是说，优秀导演都有一双识别优秀演员的狠眼力，而好作品也离不开好导演不被利益绑架，完全凭角色要求决定主要角色演员的自主权。例如深谙我畅聊的某支突然被下架的模范神片。好导演与好演员相互成就、相映成辉是观众之福，而且好演员与好剧本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相互成就、相映成辉。比方说，赵丽颖征战主场的《与凤行》，这部赵丽颖零更新新剧《与凤行》一直备受关注，不只因为这是万众期待的楚乔夫妇2度合作，还因为女配选角的问题，辣目洋子确定饰演《与凤行》中的幽兰。网友们认为她与天界美女相差甚远。这个选角非常的不合理，无论选角和不合理，电视剧已经开拍了，换角的可能也不大了。期待辣目洋子能用演技惊艳众人了。在一张挂满笑容和林更新耍宝的大合照当中，您能看出来趣味点吗？近日，与凤行的实景图也被曝光出来，整个画面诗情画意，美不胜收。包括大家早已熟悉的相敬如宾的惬意生活名场面，清冷安静的小宅，绿茵茵的小道，在房屋边上的假山、池水、树木等等等等。据悉，与凤行的拍摄地点在横店、贵州、象山。要知道，
除了前者属于人造，后者都是实打实的人间胜景、最美天堂。当然了，Shin-Wan我虽然已经把这些地方放进了购物篮当中，但时间不饶人。通过这部《与凤行》，跟Shin-Wan我一样有心无力的人，都可以一道进入晃眼最新、美轮美奂的场景当中。妥妥的小桥流水人家，妥妥的世外桃源，迎合了如今大家向往的慢生活、田园生活。场景打造的十分用心，不愧是大制作，完全不输知否。用心的场景制作，不仅体现了剧组的专业，也体现了对观众的尊重，做到给观众提供更好的作品、更好的视觉盛宴、更好的精神食粮，那这部作品的口碑都不会太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Wan我，仿佛已经依稀看到了知否知否的爆火体质。Shin-Wan我个人很喜欢知否知否的配乐和主题，如果这些慢慢浮出水面的软硬件都齐活的话，赵丽颖婚后再次主场出圈的可能性基本大增了。蛋糕缩水，江湖险恶的今天，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娱乐圈，王炸姐弟依旧可以白马黑马任我驰骋。